我是 YouTuber 鲁鲁洛。原神更新了海灯节相关的前导任务以及机关奇谭的塔防游戏玩法，这次主要来说明关于机关奇谭的玩法要点、塔防观念以及推荐上阵的角色，让你看过影片一次后就能不抄作业，也能用策略来通关拿奖励。也因为参加机关奇谭的条件只是需要你去除大地、搜集入场道具、消灯的材料，是不需要消耗到体力数值的，因此只要花点时间，早晚都可以将奖励兑换完毕哦。那么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可以先订阅一下哦。游戏后，随着海灯节的任务指引，就能够解锁海灯节的活动页面。若要参加机关奇谭的话，也是稍微解个小任务就可以自由入场。每次入场需要消耗一个消灯，消灯的材料透过地图上的采集植物、矿物或是打怪就可以获取，然后再到合成台去制作即可。入场时可以选择单人或是多人联机，联机时最多只能和一位朋友双人进行。在说明栏可以看到目前所开放的奇阵，随着天数会逐渐开放更高的难度。在挑战前可以先大致观察一下奇阵的提示，像是第一关就有提示可以善加利用中央的空景，第二关提示可以使用仙桥的机关等等。在进入奇阵后完成挑战也会获得相对应的奇术符，奇术符是用来升级奇术机关，奇术机关每升到一定等级可以解锁一个效果，随着后面难度逐渐开放也会增加等级上限和效果，小部分机关升级要消耗的奇术符也会比起一般元素奇术机关多。初始可以使用的奇术机关有水、火、冰、雷4种属性，第二天还会再解锁风的奇术机关，这里也需要运用到新手小学堂提到的元素反应观念。由于在机关奇谭的场地中，角色的攻击是不会有伤害的，因此只能透过反应或是障碍物来牵制敌人，所以以下提供比较有用的奇术机关元素反应。水与雷会形成感电，同时也具有短暂牵制敌人的效果，而感电是可以传递的，因此若场上有许多水与雷的奇术机关，或是敌人身上有潮湿，可以同时触发感电伤害。水与冰则会形成冰冻，能够暂时冻结敌人的行动，可以用来做控场。火与雷则会形成超载，形成小爆炸并将敌人击飞，和水加火的蒸发一样，比较属于给予快速爆发的伤害。而风元素奇术机关主要是吸引敌人做牵制，也要注意风眼的方向务必摆放正确。另外旁边有其他元素机关时，可以连同元素做扩散反应，比较适合用来破盾或小范围巨怪。以伤害来说，火大于风大于水大于雷大于冰；以攻击范围来说，火大于雷大于冰大于水等于风；以攻击速度来说，冰大于水等于雷等于风大于火。最后则是回收机关的部分，能够在怪死后得到更多的奇术点，最好放置在怪会倒下的位置。洛洛自己比较建议的用法是，水加雷的感电塔可以围绕着回收机关坐在第一波，位置可以放在怪会交叉经过或是比较密集的地方，集中感电直接电死。第二波可以开始放风塔或水加冰的结冻塔在敌人刚出来的门口，好让自己有些缓冲。和第三波怪开始比较多时，可以水加冰的结冻塔在门口，在感电塔之后靠近自家的位置可以补上大范围攻击的火塔，用来提升伤害或是尾刀漏网之鱼的残血用。在机关奇谭中是没有办法对怪物形成伤害的，因此要善用自身角色所持有的普攻或一技能特性，其中最推荐的就是风元素角色以及炎元素角色。风元素角色主要是能够做扩散反应，在遇到一些深渊法师时，破盾上都有实用性，同时大多风元素角色也都有巨怪作用，可以有效牵制敌人行进速度。而炎元素角色主要是需要有能够制作炎造物的特性，利用卡怪来使敌人承受更多塔的攻击。以下洛洛推荐几个平民或好用的角色给大家。炎主，炎属主角一技能可以做荒星挡路，而且最多可以做3颗，持续时间每颗可以30秒，也很长，用来做路障或是卡在大型怪物前都很好用。普攻中期也可以再将敌人击飞，角度调好也可以将敌人击飞到中央空景。钟离也是可以制作出炎造物的角色，一命钟离甚至可以造出2只炎戟。若是跟炎主搭配的话，荒星跟炎戟的位置也不用到很密集，就算稍微留一点空隙，只要可以把怪卡住就可以了。甚至也可以用新阿姆斯特朗旋风喷射阿姆斯特朗炮来嘲讽敌人哦。凝光若是1名以上的话，可以透过高频率的普攻稍微牵制集中的小型群体敌人行动，比较适合在对付一些有密集丘人小怪集中时做牵制。普攻重击时也可以击倒大型怪物，和一技能也可以用来破多数深渊法师或是冰盾丘人的盾，加上宝石有追踪效果又附带远程，可以给予自己足够的缓冲跟视野。
秦也是万能的团长，在机关奇谭中一技能的巨怪加击飞，可以直接将一坨丘丘人吸起来，全部送到空井中。等待一技能的冷却时间，也可以用普攻重击来挑飞敌人等冷却好，也是本次机关奇谭的首选人物。砂糖也是洛洛很推荐的角色，一技能可以小巨怪并将小型敌人绊倒，遇到有护盾的角色也可以稍微跟塔配合做扩散来破盾。一粒砂糖的话，一技能还多一次使用次数，加上砂糖本身普攻也就能有扩散反应。风主若是没有秦团长的话，风主的一技能长按也会有类似的效果，算是秦团长的下位版。另外再透过普攻重击击飞敌人，若是遇到很多小怪的话会比较累一点。重云比较适合和水元素机关或是像芭芭拉之类的角色搭配来做冻结，并且搭配碎冰可以再对敌人造成伤害。一技能开下去后，也可以再附魔其他角色的武器，就可以再跟其他水元素机关对敌人做冻结。干预的优势主要是可以远程狙击，可以在远距离搭配水元素塔冻结敌人。一技能朝风屋生成当下，也可以和旁边的水元素塔做冻结，有效节省自己的移动时间。准度够的人也可以在一击守卫出现时瞄准眼睛击倒他。莫娜一技能适合用在做很多水加雷的感电塔阵型时，等于自己又在做了一个水元素塔，一起搭配做感电、冻结、蒸发都可以。遇到火深渊法师也可以快速破盾。移动速度上若是搭配双风队也会跑得更快。首先要先注意场地中有些怪移动速度比较快，像是丘丘萨满或是奔跑的火把丘丘人。战斗开始前务必检查一下左侧待会会出现的怪物有哪些，还有确认待会的怪物属性，提前做准备。若是有遇到当前阵型无法有效破盾的怪时，就可能要赶快换塔。而在摆放完奇术机关后的等待时间，也可以先让岩主去卡位，做好荒心后再直接开始。部分地图也有一些空井或是机关可以利用。若是遇到丘丘萨满，担心伤害来不及，就提前堵他，将他击飞到空井；或是有仙桥时，遇到移动速度很快的遗迹猎者，也可以看准时机打开机关让他掉下去。而若是遇到遗迹守卫之类的怪物，虽然可以透过弓箭手瞄准眼睛弱点将他击倒，但洛洛觉得与其一个位置特地放一个弓箭手，不如透过冻结直接牵制他会更为实用。像是干雨之类的有冰元素嘲讽物，若是还要用手残的鬼之瞄准，射坏了会气死啊！再来塔防过程中，奇数点是会累积的，不用等到每一轮结束后才使用。若是吃到下一轮增加奇数点使用量的 debuff 就亏了，可以边塔防边布置奇数机关。每轮结束后也都会有下一轮的奇阵玄术可以选，若是有无畏的选项就尽量选，能够让自己在结算时获得更多的奇数符。若是看到莫测的选项，无论如何都不要选，因为几乎都是 debuff 效果。若没有无畏的话，就看情况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效果。场上雷塔多就多增加雷塔相关的 buff 等等，最后可以在全部轮数结束前尽量将塔的上限放好放满，这样才可以获得相关的奇数符条件。以上就是这次关于机关奇谭的塔防观念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小技巧。与其做很多支满分的影片，洛洛觉得不如教大家如何自己玩。真的觉得很难，也可以到 Discord 来找洛洛或是卤肉帮的大神来解答，其实也不会到很困难，重点就是把素材奖励拿好拿满。周日直播洛洛也会多准备一些消灯尝试和大家联机挑战，虽然后面还有一些还没开放的奇数机关，但大多都比较偏功能性，主要先掌握最基本且核心的元素机关才是最重要的，加上后面的地图应该也都会更加复杂，先掌握大方向观念。而洛洛觉得后面比较重要的机关会是鬼术机关，应该要思考放置的位置点，以便让自己传送来传送去，需要有战略性的思考过再放。最后也分享一下洛洛自己目前觉得蛮万用的队伍阵容是双岩主加钟离加上双风、秦和砂糖，目前在遇到任何地图时都还算实用。而布阵的方式主要是先做感电塔，再做怪出生的入口的冻结塔，核心放火塔，自家门口再放火加雷塔补刀。主要用双岩做路障，秦抓漏网之鱼，砂糖牵制群怪、破盾等等。若是没有钟离或秦的话，都可以再参考前面洛洛提供的角色来做替换，或是找朋友一起联机玩。虽然一场可能会需要花到10分钟，有点久，不过还蛮喜欢这次的小游戏。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时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卤肉帮会员，并享有专属福利。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新人 YouTuber 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